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宁粉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新系列，就是英雄的打法参考教学。因为是新系列嘛，所以先说几句。很多小伙伴明明实力也不弱，但玩有的英雄可能觉得很糖。就比如我玩霓虹，就感觉像个傻逼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玩的时候没有头绪，就还是英雄玩的少了，很多场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那么本系列就让大家在玩某些英雄的时候，有自己的一套打法体系。虽然我自己实力只是神话，没到符能。但很多打法思路不说神话吧，到钻石超凡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本期我们先说贤者在亚海玄城战图的防守方打法参考。这张图贤者我更喜欢手臂，然后后面看情况，偶尔去守一守中和 A。手感好就 A 中 B 来回帮，手感不好就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 B。手臂的手枪局为帮两种配装，一种是半甲加冰墙，一种是狂士加一颗冰球。第一种半甲冰墙有两种打法，一是分这种拖延墙。对面需要打碎很多块才可以进入，但这个我现在都很少分了，因为我发现有作用，但作用不大。主要在高段位，很多人看到这堵墙就不会进了，会选择慢打。这个时候虽然你拖延了对方，但还是很难打，等于你花400块钱买的是对面慢打，对不过枪点也要没。当然，如果段位比较低的话，对面打完墙后被拖住了，可能还会进点。对面硬打的话，墙就有作用了。我更喜欢的是第二种打法，开局起这冰墙，然后进步来死角。很多人看到冰墙后就被冰墙吸引了，就会想打冰墙，或认为冰墙上可能有人，直接就不搜点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偷屁股了，这个套路真的屡试不爽。然后你本场如果这样玩过，你还可以封了墙后真站墙上，然后你会发现偷侧身概率大幅增加。我另外一种配装是狂射加冰球，这种配装为帮是先停脚步，逼到有人的话，感觉快到门口了就给一颗冰球，然后往下走到床屋这位置，架对面跳下来站不稳的身位。对面在 B 近点看到冰球和在 B 远点看到冰墙，这种心理是不一样的。远点看到墙，他们下意识会有转的心理，但到近点看到冰球时，可能有位移的直接就上了，或等冰球消了再上。这个时候对面踩冰进不好打，等冰进也不好打。反正4个字，优势在我。进了后你的位置不出意外的话，至少也可以换一个。第一把如果赢了，第二把就是短枪局，这时候我一般会直接起20全甲冰墙，然后去 A。因为对面第一把打 B 打输了，第二把很有可能就要来 A 了。这个时候开局贴死角，准心瞄这个地方，跳分，你就可以来到这个上面当短枪局战神了。这位置我还是很爱上的，短枪长枪都可以来。那么如果你们第一把输了，玩的是eco局，第一把有杀人比较富裕的话，就可以半甲加短管，不富裕就买把短管。为什么要短管？因为短管可以创造奇迹，当然也有细节的，你买后先把短管丢床屋，然后拿制式接着停脚步，打 B 了就会床屋，制式不要被发现，然后拿喷子当床屋战神。如果打 A 了，那用制式回防就好了，回防拿短管不好回的，那把短管就可以彻底留在床屋了。eco局还想买点啥的话，也可以买狂士，再买颗冰球，然后蹲死角。如果打 B 了，就蹲着准心瞄这里，一丢，这颗冰球就落在了中间。这冰球可以逼对方从左边走，对面下来后就看造化了。反正eco局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，打就完事儿了。对面如果没打 B， 你也可以选择留冰球，经过这时准心瞄这个白点跑跳丢，连起来就是路过边走边跳丢，这颗冰球就可以拖延对面进 A 啊。不过eco局我一般不会给这冰的，因为给了概率也要输，不如留着长枪局给。那么短枪局、手枪局、eco局都说完了，再来说长枪局。长枪局玩的就很多了。手臂的时候，第一种打法就是封门口墙，注意封墙的时候往左边斜点封，可以以这块石桩中间为参照物，这样封墙你的墙是很方便的，因为你还可以跳回墙上。对面如果看到墙撞了，那你绕下来望可以打个出其不意。你也可以利用墙当掩体，启动门，然后把门打碎，这样对面打 B 了就不能关门了。第二堵墙是封这里，这墙可以打出来的人，就是感觉墙有点丑陋，打完人后就可以往包点跳守点了，墙也可以刚好把你挡左边啊，不过也会挡队友。第三堵墙是来箱上，贴紧箱子，准心瞄圆圈上面点，跳分，这墙可以削 B 门口头皮。还有种分法是往后退，还是瞄圆圈上面跳蹲分，这样分墙有3块，比刚多1块，不过分的难度会更高点。当然像这种打法套路都不是固定的，可以看情况自己临时调整。那么如果你是长枪或狙想来守中的话，我一般是开局这里斜封一堵墙，上墙后第一时间看这里，第二时间看下面。如果用过一次了，怕被针对，也可以来这边封墙，封了后站上面也可以看到中路平台。不过这墙比较难，你需要保证墙封在这个上面，因为只有封这个上面高度才够打平台。
如果你感觉随手分不好分，也可以定点分，就顶死角，然后把准心贴着这条线，可以右边这玩意为参照物，然后分的时候往右上走一下，不要顶头就可以了。那综合 B 说完了，再来说 A。刚刚说的短枪那个打法也可以用。第二种就开局听脚步，有人就分墙堵门口，这墙不太推荐在墙上打人，主要这个地形倒然后是很容易被补的。在包点有队友勾引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来这个死角迎人，这位置也挺不错的。第三种打法是来这位置，把你人物标移动到2根线的交汇处，分。这里是个爆头位，我是比较喜欢开镜架门口，对面如果给闪了就蹲下，效果没了再站起来打，这位置也很不错。分墙的时候记得墙标露出来，露的话就容易被打填枪了。第三种打法是这里分墙卡爆头位架，这里比刚刚的位置危险点吧，可以当个备用点。第四种也一样的性质 ，Heaven 这里分墙卡爆头位，这位置是刚刚的位置的高配版，字面意思高了点。因为我打法是主手 B 副帮 A 的嘛，我来帮 A 一般就有3个人是重防了，所以我在 A 的打法一般都比较激进。如果你是一个主手 A 的贤者，你就要保守点了，比如跳拿信息啊，然后对面近点分这种隔断墙。另外贤者手为冰球是很重要的 ，A 的地形比较适合你的冰球发挥。然后如果对面打 B 你要回防，回的时候通过这里记得跳一下，看眼中的信息，这种免费的信息能拿到就拿一拿。回避的时候如果还有墙，就可以封堵这块墙，站上面配合队友清人。那么因为时间问题，本期就先做这张图的防守方打法思路。本系列是一个新的尝试，希望大伙看完这种打法参考后，打法会更多点，也可以融合出属于自己的打法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，之后也会做下去的。行吧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